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路透照引争议，为何有人盯着鞋垫吧，却看不见她靠背肌迎出的2厘米？谁懂？刷到谭松韵、张周那张路透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不是美女，是这姐背上像挂了根隐形吊绳，整个人是往上拎着的，不是那种靠鞋垫撑出来的虚高。说句实在的，我158，从小到大被亲戚拿身高损到大，逢年过节饭桌上固定节目，怎么还没长高啊？说的好像我能2次发育似的。而看到他那句女孩子长太高浪费布料，我一下乐了，这不就是所有小个子被调侃一辈子的那套话，被他说成了招牌吗？张周那张路透图，我来回放大了好几遍。灰 T 恤扎进直筒牛仔裤，腰线拉得老高，生生卡在肋骨下面。那种高腰很多女明星也穿，可为啥她身上就不是勒，而是拎？我看着她那2块肩胛骨，真实懂了，原来比例不是滤镜，是你背肌有没有把你往上提。有人说那是角度好，我就纳闷了，路透图啥水平？代拍10米开外站马路牙子上狂按快门，那构图能有多讲究？而画面里他旁边站着的道具箱工作人员，身高一对比，没什么虚的，就是个状态问题。他接水那一瞬间，胳膊抬起来，整条手臂线条紧绷，肩往后打开，不塌不缩，整个人像被吊起来的。我前年去云南蹲他向风儿行归路那镇的剧组，正好也在那片山沟沟里跑。太阳毒的能把人烤出油。有一天下午休息，他蹲在土路边啃冰棍，脚上帆布鞋沾一脚红泥，一屁股就坐在台阶上，背挺得直直的，连葛优躺都不愿意。旁边一小群眼跟我嘀咕，他每天早上都去泳池游40分钟。晚上收工还要靠墙倒立，我当时心里说，图啥啊？这也太自虐了呗。而现在回头看张周路透，我服了，人家是在拿命跟镜头抢那2厘米。镜头会吃身高，你在现实162，上镜就给你抹成160，观众再嘴欠一点。哎呀，真人好矮。那他索性把自己的身高长在骨骼感上，长在肩颈和背上，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很安静但很厉害的反击？我个人认为最绝的是那张他踮脚帮许凯整理衣领的图，远景看2个人居然像差不多高。粉丝赶紧出来解释，许凯驼背。得了吧，咱别老把锅往男演员身上扣，人家一低头一弯腰，本来就会显矮。问题是他那一刻的状态太笔直了，就像挂在衣架上的那种西装，上面一拎，侧面一撑，整个就立住了。而这个衣架子可不是天生的。翻他早年那些采访，主持人问身高，他老老实实说1.62米，还笑眯眯补一句：“我妈说女孩子长太高浪费布料。”很多人当段子听过去了，我在看只觉得这姑娘挺聪明。大家都拿身高当短板，他直接承认，还顺手给自己贴了个娇小省布料这种可爱标签。你一旦把短板说顺嘴了，别人反而懒得拿这点吵你。可话说回来，互联网就有一点特神奇，永远有人盯着你的尺度算账。下午那个谭松韵增高鞋垫热搜，我点进去整个人都有点烦，一堆人翻他机场照、路透照，放大脚后跟看有没有鞋垫印子，还真有人一本正经地圈出来，你们看这张图脚踝的位置有点不对。我就纳闷了，咱是有多闲，连别人脚后跟都不放过。更讽刺的是，扒了半天，最后拿出来当铁证的是他穿拖鞋，鞋后跟干干净净的照片。下面评论区还能吵起来，有人说你看他真没电，也有人说那可能是身材比例好。你说到底在较劲什么？
较劲他为什么没长到1.68米，还是较劲自己明明1.65米，却活得像1.58米？我以前在媒体干活那会儿，做选题会时，有同事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：有些人不是高，而是站得不矮。就这一个站字，砸在我脑袋上。好多小个子自己先把自己站矮了，走路缩着肩，拍照习惯性把头往前伸，像急着抢镜的小乌龟。镜头一按，脖子短一截，腿短2厘米，整个人往地里陷。而谭松韵这路子完全反着走。你看她红毯图和一堆1.70米、1.72米的女明星站一起，数字上确实差着，但只要她肩打开，腰拉直，镜头扫过去，你不会觉得她是矮，你只会觉得她是娇。这差一个字，待遇可不一样。一个是被嘲，一个是被夸有辨识度。我自己也试过照猫画虎，有一阵子练瑜伽，老师天天在我耳边说：肩往后，胸打开，脖子往上顶，不要把自己往下压。刚开始照镜子看，觉得特别别扭，好像装模作样。练了2个月，有天在地铁玻璃里瞟到自己，突然发现，嗨，怎么感觉人长高了一点？实际身高1毫米没变，就是习惯性把自己挂起来了。说句实在的，咱很多人嘴上说接受多元审美，身体却很诚实，还是拿168、170当黄金身高。你看那些热搜下的评论，不是感叹怎么才162，就是互相安慰我也162，突然被鼓励到了。可很少有人真去琢磨，他是咋把162活成大家心里的165的？你说矮不矮？按数据算，那为啥一群1.65米的人，在他旁边显得更矮一点？我觉得吧，这里面有个特别现实的东西，普通人不愿意承认气场状态、肌肉线条这些看不见的努力。承认了就等于承认问题不止在骨头长度上，还在自己每天瘫在沙发上刷短视频那2小时。跟承认我天生腿短比起来，承认我站没站好更难。前者能怪爸妈，后者只能怪自己。而娱乐圈是个放大镜，大家天天看明星，拿着各种参数比较，谁的腿更长，谁的头身比更好。可你往剧组一站，现场那帮小群演、灯光师、场务，是真的不在乎你身高数字那1-2厘米，人家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准时到，能不能一遍过，能不能撑得住一天10几个小时的拍摄。你背不背得起那身戏服，远比你究竟162还是165重要。我那次在云南，正好碰到一场山路夜戏，他穿着高跟鞋在碎石子上跑来跑去，导演连着喊了几条，他每条跑完都蹲地上缓一口气，过几秒又站起来，背一挺，又上去了。旁边有个摄影助理悄悄说：你看，他就算喘成狗，一走到机位前头，腰立马直了。那一刻我就觉得，这人是知道自己短板在哪儿的，也知道镜头哪里最残酷。所以回到那个增高鞋垫热搜，我是真有点替他委屈。你说一个30多岁的女演员，扛了那么多戏，靠作品，靠角色，靠努力把观众留在屏幕前，结果热搜给她挂的是增高鞋垫，而更好笑的是，扒了半天还啥都没扒出来，最后变成一场对她比例的集体观摩。我只能说，互联网有时候真是挺闲的。下午回家路上，我路过楼下那家烧烤摊，突然想到他，老板娘戴着一次性手套翻串儿，人一转身，我才发现他跟我差不多高，顶多160出头，围裙系在腰上，腰窝往里一收，整个人往上蹿，炭火一照，汗从脖子那条线往下流，人却笑呵呵招呼：里头坐啊，外面蚊子多。排队买串儿的男孩女孩，一个个盯着烤架看，
谁在那儿算他到底1.6米还是1.62米呢？这画面说实话，比任何路透都治愈。有人把162活成玻璃心，每看到身高俩字就生气；而有人把162活成一张脸、一副肩膀、一条直起腰来的脊梁骨。你说咱到底该在乎哪种高？是卷到脚后跟里那点增高鞋垫，还是站在炭火前、镜头下、地铁玻璃里的那个自己？我个人认为，谭松韵身上最值得学的，不是他162还在那儿装168，而是他骨子里的那股我就这么高，你爱咋看咋看，但我会把这点高度用满的劲儿。身高这种事儿，人到30多早就没得商量了，可你怎么站，怎么走路，怎么抬头，这些每一天都有的选。咱要真有闲工夫当键盘量身高师傅，还不如学学人家，先把自己的肩往后打开。说白了，谁都想当高个儿，但不是谁都愿意为看起来不那么矮，付出那些无聊又枯燥的训练。他游泳、倒立、练背肌，这些动作镜头拍不到，可拍到了多出来的那2厘米气场。有人把它归功于鞋垫，我只能说，嗨，这就跟把人家10年功夫说成运气好一个逻辑，省事儿是省事儿，就是有点不厚道。咱普通人嘛，也别老拿明星身高安慰自己，更别拿明星矮个逆袭给自己找不努力的借口。你162也好，158也罢，真想改变点什么，先从别把自己站矮了开始。别天天指望长个了，咱这年龄，骨骼板都焊死了，能长的大概也就那点儿背肌，那点儿气场，剩下的就交给烧烤摊的炭火、地铁玻璃和你自己。